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无知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，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原来你们心里都有话不敢说啊！那今天一个个的说个够，说吧。马德，我不是在针对你，可是我们很多想法跟你的不一样。比如说，你要我们天天回家吃饭，对我们这些有工作的人来说是很不合理的。在你跟家珍没有嫁进来之前，我们一家人天天都能够准时开饭。我的工作不一样，我不能为了陪你吃饭拒绝客人上门啊。你是老板，时间由你来控制。那家珍呢？她加班就可以不要回家吃饭。家珍，我要你每天回家吃饭，这是不是很难为你？不会，你不是很想回家陪你爸爸吗？你够了没有？我有话直说，有错啊！你们一个两个太懦弱了。原来你们为了配合我，都那么辛苦啊！那以后你们都不需要回来吃饭了。哎，马德，不要这样啦，我对你们死心了。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明白我的心？马德，我可不可以进来啊？来，这个先还给你。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不要拿走我的东西。马德，你还没睡啊？东西给我。我本来想拿这个玉佩去帮你把它镶好。不用了。有些东西坏了，永远也补不回来了。马德，对不起啊。今天晚上秋华说了他不该说的话。这不是他的心里话吗？干嘛要说对不起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爱你的。建业啊，我们是母子，我要你坦白地告诉我，我叫你们每天晚上回来吃饭，这个做法是不是很霸道？马德，我真的很喜欢大家一起吃饭的感觉。可是，这不应该是一个规定。或许秋华说的对。他的工作性质根本就不适合这样的安排。原来连你也不赞成？不是的，能够回家吃饭，这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这不应该变成大家的压力。就好像家珍，她今天赶不及回来，
其实是情有可原的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配合的那么辛苦，那以后回不回来吃饭就随你们吧。马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话呢？他们又不是说不愿意回来吃饭啊。年轻人应该有年轻人的世界，可是不要自由的心都野了，心都野了，以后就回不来了。就像你爸爸那样。他怎么了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很拼搏，为了拼事业，他不止常常出国，还天天在外面应酬，跟客户谈生意。我们家难得看见他坐在桌子前跟我们一块儿吃饭，日子久了，我跟他的感情变得很疏离。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么，我更不知道他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女人。错就错在，当我知道他出轨，我就负气不理他。他为了求我原谅，天天提早回来，可是我就是不给他做饭，还叫他出去跟另外那个女人吃去。他为了讨好我，就跑出去买我喜欢吃的食物，谁知道就给车子撞到，以后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些年我真的很内疚，你爸爸的死全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他。妈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久，不要再难过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坚持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吃晚饭。大家不管白天多忙，每天都给彼此一点时间，这就是家庭的凝聚力。明白了。建业啊，夫妻间的感情要好好的维系，你们千万不要像我跟你爸爸那样。知道了妈，我会的。这个我帮你拿去香好吗？没用了，这个玉佩是我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，他找人定做的，本来是一对，他一颗我一颗，可是他把他那块玉佩送了给人。爸爸把那个玉佩送给那个女人，我发现他的玉佩不见了，我就追问他，这才知道他有了外遇。身为女人，当你知道你不能够再独自拥有你自己的老公，你就会像我这样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这玉佩是你摔断的。当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女人跟你一样，也拥有你视为珍宝的东西，你不心痛吗？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字有照片，还怕找不到你？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啊？你离开了美甲店，就是在卖这些啊？还不是拜你老婆所赐。你回去告诉她，我是打不死的蟑螂，就算没有她，我也不会饿死的。这样吧，你这些货啊，我全部买下来了，
就当成呢是替秋华向你道歉，好不好？是你说的啊，买我所有的货。那200。那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钱，我可以多进点货。喂，你的眼睛很不安分啊！你不要以为跟我买下所有的货，你就可以看我的胸啊！不是啊，你想到哪去了？我是在看你的玉佩啊。玉佩有比我的脸美吗？我是觉得它的雕工很精致，想问你是在哪里买的？你想买啊？没机会了，这是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么八卦？好吧，我就跟你讲一段凄惨的爱情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臭男人来到我们村子做生意，后来他爱上了一个大美女，这个美女怀孕了，这个男人就只给她1块玉佩，就一去不回头了。1块玉佩？那后来那个女的她怎么样了？辛辛苦苦为这个男人生孩子，结果只拿到1块玉佩，气都气死啦。你是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？对啊，她临死前啊，还紧紧地抓住玉佩，叫她孩子啊拿着玉佩去找那个负心汉。这真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。这玉佩是那个男人留给他和孩子的唯一纪念，你说珍不珍贵？难怪你是带着的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不，我是说那个孩子啊，一定过得很辛苦。你知道就好。所以啊，我一定要把那个男人找出来，替那个女人报仇。你说的这个女人，是不是你的妈妈？你真的很八卦。那个女人是谁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真的要找那个男人？那当然，我昨天才找到他的照片。你说登报纸好不好啊？报纸一登，他想不出来见我也不行啦。哎，你有照片啊？可不可以让我看一看？好吧，给你看吧。那，听说登报纸很贵的，登寻人启事要多少钱啊？我有个朋友在报馆工作的，我可以帮你拿去登，好吗？那太好了，可不可以叫他算便宜一点？钱这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那谢谢啊，我只有这张照片，不见了就没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说找我出来到底为了什么？哦，我只是想问你，看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？不用啦，你请我吃东西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没什么的话，我先走了，我还得继续进货开工呢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难道她真的是我的妹妹？你说登报纸好不好？报纸一登，他不出来见我都不行了。当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另外一个女人跟你一样，也拥有你视为珍宝的东西，你不心痛吗？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对不起，良心，我真的不忍心伤害马德。马德，昨天才刚刚说取消，今天就全都不回来了。再等多一会儿吧，时间都还没到。不必了。以前呢，一过了7点，就陆陆续续的全都回来了。咱们俩先吃吧。马德吃饭。吃饭。马德，大哥，回来了。你们一起回来的？约好的。哇，马德，时间还没到就吃饭，是不是不等我们了？谁知道你们回不回来？回来，我们当然回来。你看，我都说了嘛，一切照旧。啊，肚子好饿啊，快吃饭吧。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大嫂呢？时间还早嘛。好。我打个电话给他。不必了。哎，姑姑你们都回来了。哎，只等你呢。对不起啊，马德，我忙着餐厅开张的事，
哦，对了，过几天呢，我可能来不及回来吃饭了。其实你们不必迁就我，建业说的对，吃饭不是一个规定，以后要是没空的话，就不必赶回来吃饭了。大家吃饭吧。我去盛饭。我去帮他。不知道你跟你同事的关系怎么样了？他不攻击我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。这么说，是不可能以和为贵喽？你的2万块，小数目嘛，干嘛急着要还啊？谢谢你。不过以后，请你不要诬赖我家人偷你的东西。我们再也不欠你什么了。看来我的努力是白费的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子俊出狱了。他叫我问候你。大嫂早。早。没有下去吃早餐。哦，我放了衣服就下去。你在找什么？哦，建海不小心拿了件衣服，我进来拿。哦，要不要我帮你找找啊？不用了，找到了。家珍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很好。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好吗？我等下还有事。你有事，那就吃晚餐吧。晚餐我只跟家人吃。这样吧，改天我和建海一起请你吧。你真的那么绝情吗？我是因为你才搞得一无所有的，你怎么连吃饭都不肯？过去的事我已经忘了。我现在是建海的老婆，你可以叫我肖太太。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王家珍啊，你别欺骗你自己了，你还是爱我的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子俊出狱了，他还叫我问候你呢。对不起，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有，刚才坐在这里。我们要把这张底牌揭开。Hello， 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德明的姑姑，我是来接德明的。他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一定是记错时间。啊，对了，这些是送给你的，那以后不管你去哪里都会有糖果吃。
那以后我想晕也很难了。进来坐吧。哦，喝点水吧。哦，谢谢你。对了，你想找的人找到了吗？看得出这个人对你很重要。我不想再提这个人。你不顾着自己的健康，撑着去找他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你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。是他在躲着我。如果不赶着下去的话，我就永远找不到他了。你还蛮矛盾的，不想提起他，却又追着不放。我追着他，是为了找我的孩子。马德，你觉得这里的布置怎么样啊？还挺不错。这全靠家珍帮忙。这都是大嫂的功劳，我忙着工作，没有做什么。大家都是一家人的，没有必要那么客气的。对啊，我们应该好好合作。不过如果有些地方我帮不上忙，那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，你帮不了我，我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这间餐馆啊，交给你们2个人管，以后呢就要有商有量的啊。这把刀是谁摆的？啊，员工吧。你们给我听着，刀子的刀锋永远不能向着自己人。欢迎光临，2位是吗？这里吧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来，请你。我去厨房看看。进去，快点进去。什么？这什么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什么事啊？子俊来了，你不要进去，我去看看。你怎么站在这里呀？怎么啦？不敢进去啊？我不耍手段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既然是这样，不如我陪你一起进去吧。你想看好戏，恐怕会失望。怕只怕你会让马德失望。我和子俊，就像你和沈怡。既然你这么大方邀请子俊过来，我也一样可以请沈怡来的。你不要乱来了，子俊不是我叫来的。你当然会承认。好，你叫沈玉来我就走。如果你想气死马德，你就打电话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招呼不周，想吃什么尽管点，最重要是要吃得饱啊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要见家珍。不好意思，她很忙。家珍怎么不招呼客人呢？萧太太，恭喜你，新餐厅开张。谢谢。我叫白子俊，家珍的朋友。我叫白子俊，家珍的朋友。是家珍邀请你来的吗？以我跟他的交情，就算他不请，我也会自己来。你跟他一直有联系啊？家珍，没想到你消息这么灵通，餐厅一开张你就来了。你的事我有什么不懂？谢谢你的关心。既然你一直想要找我吃饭，这一顿就当做是我和建海一起请你的吧。老公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不介意。哎呀，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啊！
我来是要亲口向你道贺的。恭喜你当老板啦！哎，哇！看来你很快就会成立自己的事业，成为女强人了哦。我没有兴趣做女强人，我只在帮老公做生意。你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要进去忙了，你做吧。不要紧，既然你没空，我改天找你吃饭。那我先替建海谢谢你了。马德，嘉生真的没有约他来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。你少招惹这种人。你忙了一整天也累了，让我来吧。看来子俊会继续骚扰我的。没想到子俊坐牢这么快就出来了，以后不知道怎么办。还能怎么办？你跟我一起应付咯。我又不能24小时跟着你。从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明白一样东西，就是一定要坦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马德我和子俊的关系，就不会搞到今天大家都战战兢兢了。刚才我看到子俊也坐立不安，所以我们之间不能有任何秘密，尤其是感情或者钱财的秘密。钱财上的也算吗？当然，钱财最敏感的嘛。那常文珍，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，你等我一下。怎么不见了？什么不见了？我明明把信封放在这里啊！什么信封？罗上这里还给我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地址的信封。哦，你是说装着你铺满里的钱的信封？里面的东西不能给人家看的。钱哪？干嘛不可以给人家看呢？干嘛？建海，常文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可是你不能生气哦。信封里本来有一堆白纸啊。怎么会是白纸呢？我里面是放钱。你是说我哥拿了钱塞了白纸？里面还留了一张字条，说钱暂时借用，等有钱再还给我。我给你们气死了！你为什么拿到白纸不告诉我啊？是你大哥跟我说不能告诉你的。我本来想把白纸丢掉，可是信封上写了你的名字，我舍不得。常真，你别生气了啊！我再仔细找找，你别生气哦。怎么不见了？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现在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，是不是在你那里？什么东西啊？一个信封。哦，我看过，不过忘了放在哪里了。请你马上交出来。你是耳朵有问题啊？没听清楚啊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忘了放在哪里了。那是建海的东西，请你还我们。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信封里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。哎，如果被妈的发现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我真的替你担心。常文珍，我把这个抽屉都翻过了，就是找不到那个信封。没关系，我们去找马德。呀，真是自投罗网。进来啊。马德，有件事我需要请你原谅。又是什么事啊？又要请求我原谅？我刚才知道，原来我还建海的是白纸，不是钱。什么白纸啊？马德，
大嫂没有把信封交给你吗？他什么也没有交给我。是不是我搞错了？不是他说他见过的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把话说清楚一点。没事啊，马德，没事。有事。马德，我一定要向你坦白。有一次我们家里需要钱，嘉海拿了他铺满里的钱借给我们。马德，不关家珍的事，是我自己要借钱给他的。可是他不要，第二天就把钱还给我了。多少钱啊？9950。后来呢？家珍把钱放在信封里还给我，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只有一堆白纸。白纸？里面还有一张字条，写着什么？这次借用等于钱再还你。是你写的吗？不是。又是你那个哥哥。妈的，不关家珍的事，是他大哥偷偷调包的。可是后来大哥跟我说，他一定会把钱还给我。那装着白纸的信封，是你亲手交给建海的吗？你现在想我相信你完全不知情？妈的，是真的，家珍什么都不知道的。那你们刚才又说什么秋华把信封交了给我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信封不见了，家珍去找大嫂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，家珍就拉我来见你，说信封一定在你这里。你怀疑秋华把信封给了我？对不起，马德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我们的家真是越来越精彩了，有偷窃，有欺骗，还有勾心斗角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不过我们真的是被人摆了一道啊。好，你们喜欢斗是不是？我今天就一次过把你们之间的恩怨解决掉。谁呀？是我。妈的，对不起。我不要再听到对不起。家珍说你拿了他们的东西，你把东西交出来吧。刚才他找过我，我一直跟他说没有了，他还不相信。既然跑去向你告状，你不是说你见过吗？信封我天天都看到，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个啊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这房间有多大，有没有一找就知道了。秋华，你把橱柜都打开。我到底做错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马德这样羞辱我？我不是。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阿嬷不见东西啊，要搜我们房间。我开门时怀疑是我拿的。哎，不见了什么东西啊？要搞到查房这么严重啊？只是一个信封。一个信封？那信封里面是不是放了很重要的东西？肯定是见不得光的东西。为了避免大家互相猜疑，我今天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。你们要搜是吗？好，你就搜个够。可是要是搜不到东西，你要怎么还我公道？我给你倒茶认错。哎，妈，不要说的这么严重嘛。对啊，马德，不要找了。不可以，今天一定要找出真相。不要找了。不可以，今天一定要找出真相。好，既然马德这么说，那你们就搜吧，搜个够。还不搜，站在这边干什么？好了，爹，我们也帮忙找吧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没有是吗？那现在该怎么做？建海，会不会是还在你的房间，你自己没有找清楚啊？大哥，我整个抽屉都找遍，就是找不到。你不信，你跟我来。喂，那你看，大哥，我明明把信封放在这里，可是现在不见了。可能是你记错，放了别的地方吧？不可能。再找找看吧。啊，帮我找。喂，是不是这个？是啊，大哥，你在哪里找到了？在你衣橱里找到的。什么？怎么会在那边？哎呀，马德，你终于相信我了吧？把信封拿过来。
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你念出来。暂时借用，等有钱再还。我真不想这样做啊，可是你家人的所作所为，逼得我不能不插手。建海，把你的存折交出来。以后你要用大笔的开支，一定要得到我的同意。我不想别人把你当成提款机。马德啊，刚才秋华也只不过是随口说说，不要这么认真啊。我刚才搜查你的房间，并不是存心羞辱你，我只是希望能够清理你跟家珍之间的恩怨。家珍，还不向秋华道歉？马德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事情是你引起的，难道你不应该向秋华说声对不起吗？马德，不必了。还不敬茶？马德，不必了，我受不起啊。常真，让我来。不必了。对不起，请喝茶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什么气都消了。有心就好，不必敬茶的。大家能成为一家人也是一种缘分，你一定要丢掉对我的成见，大家好好相处，不要整天让马德为难。马德，你也不要为我们的事情而操心啊。好了，茶都已经敬了，那这件事情就把它忘了吧。我也想啊，不过我只是想提醒家珍，不要整天以为人家想害她。如果自己行得正、坐得直，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了。你也不要管太多的闲事。餐厅已经开了，你忙得过来吗？还好，最忙的筹备工作已经熬过去了，开门营业也不会太繁琐。有建业帮忙嘛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以后餐厅就交给你一个人打理吧。马德，那家珍呢？她连自己的私事都管理不好，怎么管理一个大餐厅呢？以后还是多花心思在自己的工作上吧。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家珍。你怎么了？你跟我闹？我不是在跟你闹，是你对家珍太不公平了。是为了一点小事，就要道歉，又要敬茶，还没收我的存折，现在又不让家珍管理餐馆。这还没关系的，真的。我不能让他们再欺负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我的错，家珍你竟然这一句话也不说，你们为什么还要羞辱他？这还我们违法？我不违法。你们真是太过分了。建海，建海。怎么建海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建海，建海，怎么你不理我了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！马德对你太不公平了。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借钱给你大哥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。常婉珍，我跟你结婚就是要你开心，可是却一直害你被马德误会了，现在还搞到连餐厅都不让你打理。好像你会把餐厅吞掉一样。其实这样子的安排，我更开心。马德把餐厅交给大嫂一个人管，你不难过吗？当然不难过啊，我不是有更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吗？你真的不难过？当然是真的，所以你不准生气。我生气是因为他们一点都不信任你。其实马德收你的存折，我反而更轻松啊。我以后不用担心你会因为心软随便把钱借给别人。你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吗？我知道，因为信凤不见了。不是，是因为你对我太好。你竟然收到白纸，却什么都不说。我看这世界上就你一个人会这么做了。只要你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。
那以后我没钱，是不是可以用白纸跟你换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不能拿太多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。其实生活简单一点不是很好吗？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吹吹风，看看星星，多舒服。不过我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？不要想了，你看，星星在跟你眨眼睛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？什么事啊？那这是什么？昨晚你不是说很想看这个音乐剧吗？今天一大早我就去排队买票了。可是我们要陪马德吃饭嘞。哎呀，马德不是说如果有事不用回去吃饭了吗？那你也应该通知我一声嘛。通知你的话就不是惊喜了。我怕马德不高兴。哎呀，久久造访一次没问题了，反正家里有姑姑和大哥陪马德吃饭嘛。好吧，不过你要马上通知马德。吃完饭我就打电话给马德。票你说着吧。嗯。哎，下了班我去接你好吗？不必了，我一整天会在外面检查树木。这样吧，我们6点半在剧院外面见面。好，迟到请吃饭。嗯。子俊啊，什么事？我真的很想见你，可以来我家一趟吗？我在做工。你不来，我会做出让你后悔的事。你不要再打来了，我是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了。如果你不马上过来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。进来。不必，我把话说完就走了。我们以前总有说不完的话，这只要你进来坐一坐，你都不肯吗？我们已经没有话好说。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我知道我辜负了你，可是我根本没有想跟菲菲结婚。过去的事不要再说了。我是来跟你说，我和建海过得很快乐，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。你真的那么绝情？子俊，潇洒一点，不要用死来威胁我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。就算我现在死在你面前，你都会掉头走掉吗？你会后悔的。子君，在说什么？子君，放手！火在闪耀什么？明知我们的世界等不到爱降落，寂寞才刚刚来过，我却开始不经意又想你了。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，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
没人能帮我。原来有些事不是付出。